欢迎收听茶学笔记。喝浓茶解酒，小心解不了酒，还超级伤肾。这应该是我最近听到最吓人的警告了。但不止这样哦，还有一个更扯的说法，说有一种特定的茶，居然能帮被酒精轰炸的肝脏神救援。老师，这些到底是网络上的智商税，还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啊？说超级伤肾，这个讲法确实太吓人，也太夸张了点。但酒后猛灌浓茶，的确可能让身体多承受一些额外的负担。额外负担？没错，甚至会让你忽略真正先失控的重点。今天我们不谈智商税，我们直接用一篇国际期刊的科学数据，带你看清楚，酒精真正先搞乱的可能不只是肝，还有你看不到的肠道系统。而这杯茶为什么可能帮身体减轻这场连锁伤害？老师，说到喝酒这件事，在职场或者是商务圈中真的是身不由己，尤其是到了年底尾牙或是谈生意，那种干杯文化根本躲不掉。应酬确实很辛苦。对，我身边很多朋友每次应酬完隔天，不只是宿醉、头痛欲裂，甚至还会一直反胃吐胃酸。其实更可怕的不是隔天的头痛，而是每年体检报告发下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些40岁以上的商务人士，体检单上那个 GOT、GPT 肝指数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红字。真的，大家都知道喝酒伤肝，但偏偏又退不掉，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找偏方自救。没错，最常听到的就是长辈教的，说什么赶快去泡一壶浓茶来灌，多尿几次酒就解了。这招到底对不对啊？这观念只对了一半。医学常识早就警告我们，这类未发酵或轻发酵的茶含有很高的茶碱和咖啡因。当你已经喝醉，身体处于缺水状态时，还用浓茶去强迫肾脏疯狂脱水，这未必是在帮身体善后，反而可能让大家误会了酒后真正该处理的核心问题。可是老师，这句话播出去，底下留言区肯定会被卖高山茶或绿茶的店家骂爆耶。他们一定会抗议说，他们的高山茶茶波分最多，排毒效果明明最好。欢迎大家留言理性讨论了。我必须客观地说，高山茶和绿茶平常喝是非常健康的。对，平常很好。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喝醉酒的极端状态。先讲一般医学常识，大家以为一直跑厕所就是在排毒，这大错特错。不是这样吗？真的，我们喝下去的酒精进到肝脏后，必须先被转化成毒性极强的乙醛。这个乙醛就是让你宿醉、头痛、恶心、脸红的真正大魔王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身边有些朋友喝酒完全不会脸红，代表他们的肝脏排毒能力比较好咯。没错，代表他们处理乙醛的酵素非常强。正常情况下，肝脏要把超毒的乙醛转化成无毒的乙酸，最后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代谢掉。但如果你在这时候喝浓茶，强迫利尿，不但不能加速处理这个毒性极强的乙醛，反而会抽掉肝脏代谢所需的水分，让已经极度缺水的身体雪上加霜。哇，整个代谢系统承受更大的额外负担。是的。天哪，原来在酒醉这个特定状态下喝浓茶反而会拖累身体。没错。而刚刚提到的一篇2020年发表的顶尖期刊研究，叫做《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》（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）。真正看到的是，慢性酒精暴露会把这整条路都搞乱。怎么搞乱？科学家测试动物模型，发现酒精会把肝脏里专门对付酒精的员工给操到过劳瘫痪。等等。专门对付酒精的员工，那是什么？我们肝脏里有2种关键的解酒酵素，分别是乙醇去氢酶 （alcohol dehydrogenase）， 简称 ADH， 还有一种叫乙醛去氢酶 （aldehyde dehydrogenase）， 也就是 ALDH。名字好长啊！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肝脏这间处理厂里专门对付酒精的员工。这篇研究发现，长期喝酒会让这2种酵素的处理效能明显被压低。ADH 下降约36.7%，这么多？对，而 ALDH 更是下降了近48.5%。哇，处理效能直接少了一大半呢！难怪很多人会感觉长期喝酒之后身体越来越不耐受，原来是员工罢工了。没错，但这篇研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反转。
当研究团队让受试对象摄取了普洱茶萃取物之后，这2种解酒酵素的处理效能竟然被显著恢复了。这么神奇？而且科学家发现，普洱茶能做到这一点，其实是从肠道下手，透过大幅压制血液里和发炎有关的内毒素，医学上简称 LPS， 也就是 lipopolysaccharide。等等，老师哦，我这里逻辑卡住了。解酒员工明明是在肝脏，普洱茶却是从肠道下手，这2个器官根本不在同一个位置，这到底是怎么连上线的？可以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吗？问得非常好，这就是医学上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，叫做肠肝轴 （gut-liver axis）。肠肝轴？对，为了让大家能容易了解，我们把肝脏想象成一间位在下游的废水处理厂。OK， 肝脏是废水处理厂，而你的肠道就是位在上游的蓝沙坝。平常这个蓝沙坝会把垃圾等有毒的东西挡住，只让干净的水流到下游的处理厂。听起来很合理。但是当你喝下大量酒精时，酒精就像是腐蚀性极强的酸雨，它会先把上游肠道的防护大坝给冲毁。天哪，大坝破洞了！对，大坝一破，肠道里原本被压制的各种坏菌就会趁机作乱，大量释放出内毒素。这些内毒素就像土石流一样，顺着血液直接往下游猛冲。听起来好惨。当带着内毒素的土石流冲进肝脏时，里面那批解酒员工光是对付酒精就已经很吃力了，现在又多了这波土石流不断往下冲，整个过滤系统就会开始超载失衡，处理效率大乱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这种长期超载的发炎状态，就是为什么肝脏会持续受伤，连肝指数也会一路飙高。我懂了，所以我如果这时候喝浓茶去逼排尿，其实根本没解决上游土石流的问题，是吧？没错。而这篇研究发现，喝了普洱茶萃取物后，肠道生态被拉回了比较健康的方向。怎么办到的？简单来说，普洱茶的成分就像是一批顶级的专属粮食，它能精准喂饱原本就驻守在上游的水坝修护工，让他们瞬间恢复体力，并且快速繁衍扩变。水坝修护工，这批修护工的血凝就叫做双歧杆菌 （Bifidobacterium）。所以这批修护工的作用是，双歧杆菌一上攻，比例大幅上升，就会开始把破掉的防护大坝给修补起来。它把仪修好，内毒素土石流就被死死挡在上游，不会再往下游冲。太聪明了吧！下游的肝脏没有了土石流的干扰，里面的解酒员工自然就能喘口气，重新把处理酒精的效能恢复到原本该有的正常水准。原来是从源头阻断毒素，这比硬逼排尿聪明太多了。老师，对于我们这些今晚可能就推不掉应酬，或是常常吃大餐的听众来说，具体该怎么利用普洱熟茶来保护自己？在给建议之前，我必须非常客观地强调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茶是千杯不醉的免死金牌，控制酒量才是护肝的根本。这肯定的。但如果你今晚真的推不掉，我的建议是，在应酬或大餐结束后，把手边的冰凉饮料换成一杯温热的普洱熟茶。可是晚上喝熟茶，很多人会担心咖啡因作祟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点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。我们在第1季第11集就引用过同一本期刊的人体实测研究，解开了这个谜团。哦，怎么说？科学家发现，人类喝了普洱熟茶后，体内会显著增加一种代谢物，叫做5-氢色氨酸 5-hydroxytryptophan。这东西在医学上是合成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前驱物，有助于缓解压力，甚至帮助改善失眠。哇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熟茶经过深层发酵后，里面的特殊成分反而可能让人更放松。对的，我们再把焦点拉回今天这篇酒精与肝脏的研究。团队测到这批普洱茶萃取物含有不少活性成分，其中末石子酸 （gallic acid） 大约是每克72.11毫克。这个成分能干嘛？比较保守的讲法是，这些丰富的植物化学成分以及它们后续的代谢物，
可能一起参与了整体的抗氧化、抗发炎与肠肝细缝的保护效果。老师，既然普洱熟茶这么厉害，那我应酬完喝一大杯，是不是酒测就会过，可以自己开车回家了？千万不行，这是一个致命的迷思。普洱茶甚至是市面上的解酒药，都不能让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瞬间消失。咦，不能按快转吗？不行。从医学上来看，酒精代谢符合零级动力学 （Zero Order Kinetics），也就是说，身体每小时能处理的酒精量大致是有限的。所以吃了解酒药也没用。对，临床卫教上常会用一罐啤酒大约要1到2个小时以上这种方式帮大家建立概念。但实际上，每个人的体重、基因，甚至今天有没有空腹，都会让代谢速度差很多。真的是因人而异。所以身体喝了多少，就是得花时间慢慢处理。喝了酒，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绝对不要开车，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。哇，这观念太重要了。用茶减少连锁负担，这秘诀大家一定要笔记起来。不过老师，说到喝酒，我身边很多长官跟闺蜜都有一种心态，觉得喝烈酒跟啤酒伤肝，但如果是喝红酒，不但不伤身，反而还能保护心血管，超级养生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这真的是商务圈跟品酒圈流传最广的神话了。红酒养生究竟是真实的科学，还是一场极度成功的商业包装？到底真相是什么？这背后的数据真相绝对会跌破大家的眼镜。我们下一集就直接来拆解这个红酒大迷思。天哪，太期待了！不想错过真相的朋友，现在就赶快点击画面订阅茶学笔记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穿透书籍迷雾，品味健康深度，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，用科学书谱转入间的研究，让茶学笔记为你导读，与我一起科学饮茶，温暖你的心。